为什么浅烘焙的咖啡豆冲泡出来有酸涩感？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你冲煮的浅烘焙咖啡虽然带着酸味，但却伴随着一种刮舌不愉快的酸涩感，有时候甚至像清炒或未熟透的豆子。很多人往往归咎于水温、研磨度或冲煮手法，但作为一名咖啡烘焙师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。这种酸涩感源于咖啡烘焙中的欠火现象所形成的，也可以理解为火力调节不恰当、咖啡生豆脱水不够彻底所造成的。如果喝到一杯你觉得是精品咖啡中所描述的好酸，估计是清新的柑橘酸、亮丽的苹果酸，但是你喝到的咖啡出现酸涩、拗口、刺激的酸质，此时估计内心是10000个草泥马。此时因为你喝到的是诸多不完全分解的绿原酸的残留物，是生豆中含量最高的酸性物质，它具有明显的草本、生涩的风味。烘焙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提供足够的能量，让绿原酸分解，将其转化为其他无害或更愉悦的化合物。那么，能量是在哪个阶段缺失的呢？关键点在于干燥脱水阶段，没有把游离水充分的蒸发，豆子就进入到梅纳德反应的过渡期。前几期的视频介绍过，梅纳德反应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发生，例如糖类、氨基酸、适当的水分。豆子的水分没有充分的挥发，是不是就不能进入梅纳德反应期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即使水分没有达到脱水预期，只要温度达到，咖啡豆还是会进入梅纳德反应期的。只是这个反应分解出来的物质，并不是大家所期待的芳香物质，可能是一些草本、谷物、药水的风味。同时，氨基酸与糖类物质降解出来的是拗口的咖啡酸、醋酸、奎宁酸等等。如果大家了解到不同的酸质在口腔带来的感受，就明白咖啡不好的酸是怎么形成的。例如，好的酸质，苹果酸、柠檬酸、乳酸、磷酸等等；不好的酸质，醋酸、咖啡酸、奎宁酸、甲乙酸等等。涩感来源于咖啡生豆中的绿原酸与单宁酸。单宁酸最多的存在咖啡的果皮当中，咖啡豆不牵涉果皮，因此所占的单宁酸比例很小，主要是绿原酸的分解物奎宁酸，它是造成咖啡涩感的主要来源。如果干燥脱水过程没有充分的挥发掉水分，豆子在梅纳德反应期就会残留更多的奎宁酸，导致冲煮出来的咖啡有涩感。因此，干燥脱水期它是需要更多的热源去加热咖啡豆，让内部的水分充分的干燥，进而给梅纳德反应提供更多的有机物质。如果豆子入锅温度设置过低，或在脱水期火力输入不足，豆子在进入梅纳德反应期时，豆心温度可能尚未达到140度以上的有效分解阈值，这样核心温度不足，外层的热量就只能徒劳的消耗在豆子的表面，绿原酸的分解效率将大打折扣。梅纳德反应是风味物质爆发式发生的关键，同时也是绿原酸分解的高峰期。如果在这个阶段，你的 ROR 出现断崖式下跌或平坦，即外部加热速度无法跟上豆子的吸热速度，就意味着能量补充中断，豆子在应该加速化学转化的时候被迫减速，大量绿原酸被锁定在未分解的状态，直接导致最终咖啡带着生涩的口感和尖锐的酸味。烘焙中修正策略和指标判断是关键，不能再单纯依靠时间来判断干燥脱水烘焙是否完成，需要运用到感官技能观察。首先确保咖啡机滚筒热量足够高，
保证脱水阶段能顺利完成能量积累。其次，在梅纳德反应期必须确保 ROR 的平稳，维持在能推动化学反应持续进行的水平。再从感官上判断，火力不足的咖啡一般在一爆前会有明显的青草、爆米花气味，而烘焙到位的豆子则会散发出迷人的烤面包、麦芽或甜坚果香气。学会闻气味、看豆子表面，比看时间更重要，因为豆子会告诉你在什么状态已经安全脱离了色感区。记住，浅烘焙要的是风味爆发的干净酸质，而不是欠缺火候烘焙导致的尖锐酸质与涩感。这期的咖啡烘焙基础知识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提斯特咖啡视频号，谢谢。